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哥。哇，又来到小赖这边了。上一集呢，把这台 NT5从新竹骑回来，现在来整理。今天这台蛮多东西要整理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整理什么吧。小赖，第一个你帮我转一下油门，虚位超大，是不是？虚位，对，这个油门座怪怪的。对，这个有很奇怪。对，这个油门座等一下打开检查一下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那天骑好恐怖啊。第二个呢，原本的那个手机架，帮我把它拆掉，因为它是比较特别的新型螺丝的尺寸，我没有。这泰螺丝 ，OK， 对我们台湾 Pro-T 的。哦，还不错呢哦，车主都用好料哦。再来是这个拉杆，它那个头断掉，它有原导过，刚好这边卡到。那它有附给我一组 DMV 的，哦，还不错，双节式拉杆。对，台湾这个一组大概多少钱？这2节式的现在一组要3000多块。哇，那也不错呢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它的下面呢垫片有漏油，我那天有去摸，大概有一点渗油嘛。再请你帮我们拆开检查看看。它有附一个机油滤芯跟那个空气滤芯给我，然后再来这个地方，哦，我实在是看得有点夸张用束带绑啊？它用束带绑住。束带绑的方向灯，而且它这个方灯还会转动，反正就是很不 OK 的。对，那这个后货架，我想说先把它拆掉好了。对，这个车主有附一个后尾箱后货架，那再给新车主决定要不要装。但我觉得这台车不装比较帅，因为它有装那个牌照下影，这样整体看起来应该才会更帅啊。对，好，然后前面的方向灯，它也会转动，那个都松掉了。那它有附一组原厂的方向灯，那你再评估看需不需要换掉。好，这应该是里面松脱了，应该稍微再固定一下就可以。OK， 好，那整体上今天大概要保养是这样，然后还有换机油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开始之前呢，让大家看一下 T 机白，哇，好赞哦！铁资牌耶，这个小赖一组大概要多少钱？这就要看当初的标售价格在多少钱。我听车主说要1万多块，1万多块啊，超帅，9999哎，祝你长长久久，事业久久，爱情久久，什么都长长久久。哇，孟哥，怎么了？油门线有一条断了。我靠，我头一开始看安尼啦。哇，这个油门线主要换掉了。哇，难怪我就想说奇怪，对，它怎么会？只剩一条线。OK， 油门线本来就2条就对了。对，一条拉，一条回。难怪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难回的感觉。回油门的那一条钢索断掉了。好，孟哥，另外这边它这个油门座啊，上面不知道为什么钻了一个洞，奇怪，还有公牙。对，但是它这个洞朝上啊，因为是下雨天，水都会一直洒进去啊。对，所以会导致里面容易生锈氧化。那就换掉吧。那建议这个盖子也要换掉。OK， 你看小赖不对啊，那为什么一条还是可以骑回来的？对啊，因为你现在不见断掉的是回油线。那以前的车设计呢，其实都是单油门线。是。那其实单油门线当然也是都可以骑，因为你可以吹油门就好了。但是回弹放松油门的时候是靠节流阀的弹簧回弹。对，那双油门线的用意当然比较安全啊，避免说加油线卡死。那有回油门线可以强制把它关油门，这是相对比较安全。那今天因为是礼拜五，所以教料今天到不了。对，那我们就要等下礼拜了。好吧，只能这样子了。现在这个油门座没办法处理，我们就先处理拉杆吧。OK， 对，跟方向灯。好，方向灯这个也是昨天超困扰我，骑一骑呢就要把它转一下，要不然它会往上翘。真的。再来，这个车主有送一个充电座，但是这条好像是多余的，应该没什么用有点氧化了，应该要把它拆掉了。孟哥，这个线是直接 Type C 啊，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变压器在。对，那就要连变压器整段全部拆掉 ，OK， 会比较保险。好，不要说把它剪掉然后包起来这样子。这样不行啊，因为这个是 Type C 啊，它一定有个变压器。对，你直接把这边剪掉的话，变压器还在过电啊，那也是危险。OK， 对，就是这个这边就有一个变压器。对，那这个就当然整个都要拆掉。那现在我们先来把这2个方向灯顺便一起来把它锁紧。要从哪边锁？我看不到锁可以锁的地方。所以整个大灯要往下拉出来啊。那你，哇，这搞刚哦。对，修车子很多都是细节啊，魔鬼藏在细节里。小赖是魔鬼啊，没有啦，小赖是细节。坏掉了。对，这个还有专用的塞孔吗？有啊，这是橡胶螺母。OK， 对，这我有。
我赞了，给息真的要很充足，完整的是这样。真的完全对应的人哦。所以，好，前面差不多搞定了嘛哈。好，再来换后面这个，感觉这个最棘手啊。这个你有看过这样的状况吗？没有看过。靠，真的各位，你们有遇过那个方向灯用束带绑的吗？下面留言。拆后货架，其实我觉得，当然后货架是非常好用跟方便，但是会破坏掉整台车的那个美感啊。我觉得这个车，如果你说挂个侧马鞍包啊，或者是那个坐垫包，我觉得会比较帅。对，所以决定把这个拆下来啊。当然这个品牌是不错，夏德的嘛。那这个就给下一个车主来决定要不要装咯。这个车主还有附一个行车记录器，那天我有检查，功能都是正常的。啊，对，小赖，你在做的时候问一下，很多观众留言说，不，孟哥来，名字比较小不？来，本人亲自回应一下。当然会啦，对，当然或许不是最便宜的，但是我相信做的绝对比别人还多。当然，小赖做的工为什么会比较多呢？因为细心嘛，细心自然而然工就会比较多，那就是赚个工钱而已啦。所以各位对这个价格的问题呢，亲自来问小赖最准。那当然他会尽量给大家比较优惠的价格。哇吼，哇，这个卸下来感觉利落多了，好好看哦。那现在想办法来固定这个东西，那因为镜头也又挡住了，所以可能要换一下位置。好，小赖现在要在上面垫个黑色的套筒，跟那个后座底下隔开一下，然后这个孔距刚好可以对应到上面的开孔，算是一拜一拜啊，因为下面的孔距比较宽。这样子灯 OK 的，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因为改装的要符合18公分以上的距离嘛，对，不晓得有没有过嘞？这样看感觉一拜一拜啊，看起来很刚好，我们来量看看好了。拜托，那么小赖又要再拆下来垫垫片，刚刚好100，我看一下，对，哎，碎哦，超过18一点，对，超过18一点点，耶，安全。这牌架看起来似乎好像有点歪一点，我看一下，屋内真的那个后货架挡在上面的时候看不太出来。对，这样好像就歪右边了。OK， 各位你们看，哇吼，帅多了哇！这个短白架配上这个利落的尾巴，哇，这个才帅嘛！看到都兴奋起来了。好，小赖，那现在是我最担忧的就是下面的部分了。下面漏油，看到底是不是就是垫片漏油呢，还是有其他地方漏油？我们就撑起来一阵真章吧。对。我前天去看的时候，就是下面有一点那个油渍感啦。我把它擦掉，然后在检查的时候呢，看就应该就好像就还好了。外观看起来是没有油了。对，没有油。有没有可能是前车主换油的时候没有把它擦干净？有可能啊。因为前车主说他都是自己换油，连旁边的那个机油滤芯也自己换。哦。那个时候看机油滤芯周围都有点油渍感。对，那有可能是他换的时候没有换完都没有清洁，可能就互擦一擦，或者是甚至没有清洁。那看起来目前是没有漏油的状况，对不对？目前状况看起来是都还行啊。是哦。我心中的大幸。我再来仔细看一下。好，照个光。对。看起来感觉是真的是前车主没有擦干净。对，比较像真的是在换油或换滤芯的时候没有清洁。那不然正常如果垫片的话，应该要滴油的，对，或者是一直要渗油。那我们就换油吧。卸油喽。前车主说大概骑不到1千公里换油，看起来是真的哦，没有想象中的脏哦，小赖。对。那为了更好的品质呢，我们要把它换掉。这个车主人还蛮好的，他付给我3颗机油滤芯，哇，3颗，然后再一个空气滤芯。但是因为空气滤芯要跟那个到时候油门线一起换，会比较好，所以等下次再一起换吧。对，就是这就该刚了。
那我们就先用这个机油滤芯跟机油，差不多今天这台车就差不多快结束啦。小邓，那在等机油的时候，他帮我们全车巡视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对，水箱水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再补一点？是副水箱水有点偏低，没错。这里有一个副偶蛮危险在这边，哦，这边下线跟上线。OK。对，在这里。小戴，我们这个卸油螺丝的那个偶令啊，你是会建议每一次换油的时候都要换吗？对，如果要照规范的话，当然是每次更换最好了，避免它漏油的状况。对，就是以防万一嘛。对，以防万一啊。有时候换2次，它也不一定会漏。对对，是没错。但我们还是照规范来嘛，就给它换嘛。对，为了更确保它的密封性来说的话，那当然就是换掉。好，那我们就换这个卸油螺丝跟那个机油滤芯垫片。好。哇，新的，这是舒服。哇，这个还有滤网哦！我看不是每一台挡车都有滤网哎。对，这台车设计这里还有一个铁滤网，还不错嘞。哦，干净吗？看起来好像还行哦。对，也是还蛮干净的。那因为现在就是有稍微渗油，我们不太确定它到底是哪个位置。那既然我们现在在换油了，我们就把它都换新。那如果还有漏油的状况的话，才比较好判断是到底是哪里的问题。每次看他换这个新的东西上去，就觉得好疗愈，整个心里的都舒服了起来。新的就是舒服。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换新的东西是不是就很舒服？看到自己的爱车，车上的零组件呢都换新的，哇，你就觉得也为它感到一种愉悦感、幸福感。好，现在把它清洁一下，待会清洁完之后再把它擦干，然后发动之后看有没有油渍，就知道有没有漏了。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判断了嘛，对吧，小赖？对。那当然，有时候它如果还有渗，可能很轻微的，那可能要骑一阵子之后才比较容易显现。我们先把旧有的所有油渍通通洗干净。福斯赛克龙 Pro 4，对，这支油我觉得用起来就是顺啊。对，真的 CP 值很高。而且我发现它的延展性很高，就是它不会很容易就衰退，衰退的程度没有这么快，也没有那么明显。就是一直在拉高转的时候呢，它不会说很快就让你干嘛不够来啦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这样比喻是你们会最有感的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发动一下。好，来看看它下面的油渍 O 不 OK？ 我觉得这个口球这个灯啊，真的是帅啊。对，它的远灯、近灯呢都在同一颗，就是有点那种武士风格哦，然后再加点科技感。哦，链条会不会太松，小赖？对，链条有点松，所以等一下调整一下。链条应该也不用换吧？稍微有一点点锈蚀啊，是不是上个油应该就好了？对。好的，各位，这个距离呢，这样看着它，真的越看越耐看啊。虽然它的坐垫啊有加厚，但是好坐也很重要的。要不然它薄的坐垫可能看起来会再更利落一点点。它这个牌照下移啊，我觉得可以更凸显出这台车那种肌肉感。好，现在小戴持续的检查，希望不要漏油啊。目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哦。对，目前都没有任何油渍的发现。碎啦。小戴，那个刹车皮 OK 吗？刹车皮还有，前后都有了哈。对，都还有。好，那刹车油的话，因为它现在没有到上限，是因为呢刹车皮的关系，它对应的减少是吧？对，现在刹车油稍微偏低，是因为刹车皮已经磨得比较少了。那所以油它会往活塞那边推啊。可是大概还有一半左右的车。有，对，是。OK， 所以看到这个少一些，也不用急着说一定要加，你反而不能加哦。所以你现在刹车油如果再加的话，那当你刹车皮磨完换新刹车皮的时候，油就会又全部挤回来，那就会爆掉了。OK， 所以没有漏油的话是不需要加刹车油的啦。对，自然少一些是正常的啦。对，先检查刹车皮才是重点。最后，小戴这个车比较轻，它胎压要打多少呢？但原厂的建议只是前面29，后面33啊。哦，好。那如果我想要不要那么弹跳的话，可以少一点吗？可以啊。那你大概就是前28后32左右也可以。好，那我先这样好了，因为在夏天呢，它会膨胀的比较快。对。好，最后小戴那个轮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帮我们寻一下这个轮胎有没有必要换。我在骑是觉得还蛮好骑，你这样笑是
我可这轮胎都已经变形了，而且都已经有在龟裂了。我在摸是一点哦，你这样哦，这样对你来说已经算变形量比较大了，对。对啊，那你看这个胎面的地方，它的所有胎纹沟的地方都已经是在龟裂了。哦，确实有一点点的哦。对，那这台胎呢，它的制造周期是0120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在今年已经是第5年的时间。好吧，那看来虽然它胎纹还很深，但是这是假象，该换还是要换啊。那要换什么胎呢？我后面是那个恶魔胎嘛。对你后面是恶魔的 Russell Sport。对，那我现在有的话是比 Russell Sport 再好一点的哦，是恶魔的 Russell 3。OK， 那就换吧。好，那我们后面这个胎纹呢，还很漂亮吧？对，后面胎纹还很深，这应该是他刚换没多久。对，他说刚换。对，那这样如果前后都是恶魔胎，这样骑起来应该蛮赞的哦。当然啦，这样当然赞喽。气嘴老化了，换掉。OK， 轮胎快换好了，前车主又有加装这个防倒杆，所以这台车非常适合新手啊。那现在从刚整理到现在呢，还要再加油门线，夯不啷当，差不多也要花了1万把块了。哇，那这个车主买回去呢，绝对非常划算。我觉得这台车最帅的，除了它的车好看以外呢，它的号码9999，它真的会陪你长长久久啊！看到这个号码你都不想换车的。如果我有一台白车是9999，我应该会一直好好的保留它。这台帅车配上这么酷的牌照，哇，这应该是全系统最酷的一台 MT-15了。OK， 辛苦小赖了，终于用好了。那等那个油门线来呢，下次再换就这台车就 OK 啦。但这台车还少一个东西，少了什么呢？手机架。它原本的手机架实在太阳春太亮光了，但有充电座没有手机架怎么行呢？所以我买一组新的手机架要给下一个车主。那这个是5P 的，也是我蛮常用的一个手机的品牌。那如果5P 的总代理有看到呢，欢迎来找我业配。如果你们不找我的话，我去找你们哦。你怎么好意思？小代理，你谈我跟他冲啥嘛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好了，欢迎那个5P 来哦，真的我去找你们。今天真的又辛苦小赖了，我们现在又快5点了，换了很多东西，那还没完，还要等油门线来。对 ，OK， 然后上面这个座也要换掉，因为它有钻孔。可能前车主是一个很喜欢 DIY 的人，我们刚刚跟小赖发现，他有些东西都是 DIY。对，对，都是土炮的改法。DIY 不是不好，但是要够专业 ，OK， 这样会比较安全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等油门线来啦。One eternity later. 哎，又过了好多个天，大概4、5天了吧。油门线终于来了，还有那个上盖嘛。这台车已经卖出去了，油门线才来。今天车主很期待，赶快用好之后，今天晚上就可以交车了。小赖开工吧！现在为了要换那个油门线呢，小赖要拆油箱吗？要，还是要？对，要拉起来。把它抖，这把它套起来啦。没有，拆不到，所以油箱还是得要拉起来。好，该搞钢还是要搞钢的啦。对。OK， 就是这个，哪一条断掉？这条。哦，手机条扔里啊。拉出来了，断掉了。回油门这条。对。凶手就是他。然后就。对不起，开始。现在在换油门线的同时呢，顺便换一下空气滤芯。这个前车主不错，他有多买一个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换掉。喂，哇，真的要换了，够拉圾的。对，确实蛮脏的。对比一下。所以耗材啊，平常该选就要选，该换就要换，莫看嘛。好，再来换这个油门座上盖，这是原本的，不晓得为什么前车主给它钻了一个洞，那下雨的时候会跑进去，哎，叫了一个新的。没想到二手车坐久了，真的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、千奇百怪的状况。昨天回来就是说，为什么回油门这个怎么那么松呢？没想到线断了，我还骑那么开心，我还从新竹把它骑回来。所以各位油门线断的不要紧张啊，只要不是拉油门那条断掉，你还是可以骑的。但是有风险啦。
哦，对，还是有风险，什么风险？如果油门线卡住了，哦对哦，哦，对你回不了油啊。我靠，我去！哦，你起码跟我看细吃几口。那一天我到底是怎么让它回油？你说里面还有个什么强制的弹簧？当然节流阀那边本身就有一个弹簧，有一个弹力了。那最怕的是说钢索里面如果生锈或者是氧化咬死啦，那你拉了油门，结果你回油回不回去啊？那个弹簧的弹力不够把钢索拉回去，然后就变成定速了。就变定速了。哦，好。对，所以当你觉得油门怪怪的时候，为什么会特别松或特别紧的时候，都要来检查一下。对。所以啦，完成了，试车了。OK 吗，小赖 OK 啦。所以啦，今天非常感谢小赖一样帮我们把这台车很不完美的地方变得更完整、更完美了。这个油门线应该阿索比比较没有吧？对啊，油门线顺畅多，差多了哈。好，那整体这么完美呢，这台车就可以环岛啦！环岛了，小赖认证，环岛绝对没问题的。好，那如果想看更多二手车的话，欢迎关注我的官方 LINE，我把链接放在下方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哦，拜拜。拜拜。